Good afternoon. Good day。在整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，整个市场出现了一波不小的下跌，比特币也是直接跌破了最低64000，来到63000左右开头。目前虽然有所回升，但距离我们上次说的68000差得越来越远了。难道要开启新一轮下跌行情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明天是端午节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。我们来看一下凯文沃什第一次演讲，以及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到底说了什么。首先是保持利率不变。从目前的点阵图数据来看，19个官员当中有18个人提交了。在这18个官员当中，有一位认为26年应该加息75基点，5个人认为应该加息50基点，3位认为应该加25基点。这也就意味着一共有9个人认为需要加息。那么只有一半的人认为此次利率维持不变，或者说降息。可以说，从目前点阵图上来看，整个美联储后续对于利率的决议其实也非常明确了。那凯文沃什整个演讲也是和鲍威尔的风格完全不同的。凯文沃什在整个演讲当中多次强调了美联储的独立性，他认为整一个上一届美联储是失败的，然后美联储不会再提前告诉你如何去处理利率，这也是跟鲍威尔手下美联储最大的不同。那么之前鲍威尔手下美联储无论市场怎么做，都要去听美联储怎么说。但是看沃什这一步，则是后续如果市场反馈比较多，整个美联储可能会 follow 市场，也就是如果市场反馈是继续通胀，那整个就业数据什么的都一直向好，美联储可能就会向往加息，那就会随着这个市场进行走势。我们也看到有些经济学家说这样做其实不太对啊，因为市场跟真实的一些情况总会出现一些偏颇，毕竟市场还是以大部分人的走势和意志去进行转移的。但美联储如果直接 follow 整个市场走势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不稳定性。但是凯文沃什究竟会怎么做，好像也不确定。各种数据方面都显示着美联储在今年降息无望，甚至可能会加息，然后27年、28年还有可能继续走加息的路径。这样子的消息对于整个加密市场而言是一个灭顶之灾哦。你可以看到市场下跌也是非常丝滑，从开会的时候呢66000一口气跌破64000，跌幅超过$2000以上。那我估计如果比特币还想近期有上升，要等到美伊正式签署相关协定。然后美伊签署相关协定的话，它其实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啊。虽然川普说美伊协定可能提前签署，比如说在周三就签字，但是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点，应该还是要等到周五在瑞士进行签署。好消息是，一直处在变卦的川普呢，他本人不参与，他要派万斯去参与。万斯的话比川普稳重多了，所以我大概率觉得他这个签署协议应该板上钉钉了。不过油价前其实出现了一些下降，原油价格下跌会导致两个结果，第一个是获利资金出逃外溢，一定会溢到哪个地方，那这地方可以是美股、美债，也可以是加密货币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油价下降，美国的通胀呢会有所缓解，美国转向去加息的这个阴霾呢可能会散掉，所以对于下半年的流动性呢是一个刺激的作用，也就是说只要不加息，问题就不会特别大。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完全开放，所以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如何开放、何时开放，以及全球油价什么时候能跌下来，估计要等海峡开放以后，等待几周的确认时间。那这也是非常多的一种不确认性。我们还是回归到比特币的盘面啊，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，上周周线的话收了一根小阳线，伴随着长下影线，结合前面这根阴线的长下影线的话，那它其实是有个止跌的信号。本周开始呢，就是持续的往上弹，但是上方呢要面临一个终极压力位。我们把交易量给大家标示出来，画出来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下杀以来啊，筹码密集交换区的 POC 位置的话，在67000，以及再往上这一坨70000的这一坨。那67000、68000、70000这一坨是有大量的交易筹码的，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在这里套牢了。所以接下来价格只要反弹到这里呢，往往是会有一点抛压，使它继续往下，然后走出一个震荡的行情。那来到日线级别，你会看得更加清楚。往上触碰到这个 POC 66900，掉头向下。我们把图稍微放大点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走了一个顶部的双线反转，都是收了长长的上影线。但目前这个反转阳线是大于阴线，总体量能的话也是稍占优势，就是它其实看涨的量能要大于看跌的量能，那下跌的话就会稍显劣势。短线看到63500这个位置能不能撑住啊？目前来看，价格走到这里呢是有一定支撑性，收了两根长的上影线，但是就是我们所说量能的话，其实是比较有限的，而且这个位置呢又是个典型的阴包阳2B 吞没，所以接下来下行的概率呢是比较大。那如果手上有单子的观众老爷，你一定要就仔细听啊，一定要去盯盘。如果它一旦跌破63500，继续往下跌，止不住颓势的话，大概率你要提前离场，或者你设置好止盈止损啊，这个单子的话不要浮亏太多。
我个人判断，它接下来要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横向整理，去做一个底部的吸筹区间，大概率在这里呢持续的骗掉散户，手中这种带血筹码呢足够多才会迎来反弹。反弹仍然看向通道顶的68000，如果来到68000之后再继续调转向下，把这个缺口补足呢，那我们就顺势就做空。不过现在来说的话，还维持上涨，因为目前来说就这样一根就是 K 线给市场的这个信息的话是不太足的。虽然说这边有很长的上影线，但是你可以把它视作为小级别原先的高点逐渐降低，然后低点逐渐降低这样一个通道。那么如果冒出来一个更低的低点的话，那就代表一个就是它要到通道底部跳出这个区间，那就是要开启下跌的行情。如果仍然在这个通道里面就来回震荡，那就说明它可能只是就是上涨路上的一段小反弹。佐证观点的话是 Coinbase 比特币溢价指数啊，溢价指数仍然是负数，就说明散户仍然是更加恐慌的状态，他们手中还是有筹码没有抛干净。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，这个数据是比特币盈利共计百分比数据，当这个盈利筹码比例跌破了 60%， 甚至逼近 50%， 证明这个市场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。这样的话，就散户的心理才会彻底崩溃，大家是处于绝对的投降区，这也就是到了熊市底部的区域位置。那如果来到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就是熊市后期的一个典型特征了。浮亏的筹码正在缓缓从恐慌者手中转移到长期坚定的，也就是机构或者主力的手中。我们来刻舟求剑一下，比如说19年1月份，它是18年大熊市的末期，当时这个数据呢，其实都已经降到了 50% 的附近，降完之后才迎来2019年上半年的翻倍反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20年3月份312，也就是当时爆发了流动性危机。这个指标呢闪崩到 50% 以下，然后又开启了21年的超级大牛市。你看23年的1月份也是一样的，这是 FTX 暴雷之后呢，熊市最深处的指标在 50% 左右，沉淀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上一轮熊市底部的绝对筑底，随后呢迎来大的上涨。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筑底呢要有个心理预期啊，大概率是会在底部磨蹭一段时间，不会轻易给你微型反转。或者呢，大家就期待的就是大暴涨啊，那这个是很难出现的。说到这里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，需要趁手的工具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，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，全球第一交易所，给到全网最高 20% 交易减免。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，同样有 20% 手续费减免。另外，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，期期都有肉吃。Bybit 最高 30% 手续费返现，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。Get.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。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、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，注册也有 20% 手续费减免。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，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。我们可以错过机会，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。